丹丹丹要和司如玉比试一下功夫，结果热身的时候，司如玉都要比丹丹丹技艺了得，这叫一边观看的单双双实在无奈。等到正式比试击打投掷的时候，只好亲自出手换人。经过一番比试之后，司如玉不及丹双双，只好认输，将启培阁店内所有首饰购买一空。苏决也见到了旧相识司矿主家的大少爷司如初，他们两个人早就有私交。司如初对于云翠城的玉石生意了如指掌，特别是苏决已经将启培阁排挤的不敢涉足玉器生意改行的事情十分清楚。不过之前他们司家没有涉足其他玉石行业，现在司如初却要将所有玉石行业纳入囊中，这叫苏决有种危机感。但是司如初却觉得时势造英雄，就像是苏决排挤裴家一样，只要是阻碍，随时铲除不留后患。两个人的手段极其相同。阿六也知道了司矿主的大少爷去了云翠城，赶紧回去禀报。培培觉得要是得到司家人的相助，他们的生意一定会更好。于是培培赶紧带着人前往餐馆相见。司如玉也听到了阿六的话，但是他却不知道大哥也去了的消息，于是跟着培培他们身后也前往了餐馆。培培本来想着见到司大少爷十分高兴，没想到到了餐馆发现苏决也在，不过已经去了，不能转身就走，便留了下来。就在这时，司如玉也到了，这叫丹丹丹觉得他太多余了，想要将其赶走，没想到人家竟然也是司家的二少爷。丹丹丹他们这才知道，原来一直被他们看不起的放荡公子，竟然是司家人。苏决觉得现在启培阁已经不再做玉石生意，所以希望他们不要叨扰司家人，还要宴请司家人两个公子。但是丹丹丹却为了挽留司家生意，将司如玉留在了他们家住。司如玉知道裴家是为了挽回玉石生意才热情款待的，所以叫培培将他们家的技艺拿出去瞧瞧。没想到培培的手艺叫司如玉十分欣赏，不过想要帮他们，还要好好想想再做定夺。司如玉不但一个人入住裴家，还带着莺莺燕燕、沾花惹草几个姑娘一起，这叫阿六觉得司如玉果然是个放荡公子。但是经过几个姑娘讲述，几个人都是苦命人，是被司如玉收留才有了现在的生活。司如玉只是表面上风流，实际上是个好人。丹丹丹一直担心司如玉不会帮他们，不过却对培培很有信心，毕竟云翠城只有培培才是最有技艺的雕刻师。就在这时，司如玉回去了。当初他们司家人已经定下了规矩，供货只会给真正的玉石生意人，所以他们裴家想要拿到供货，要做好放弃金银首饰的准备。丹丹丹也知道培培的理想不是金银首饰，所以要帮改回去做玉石生意。晚上单双双发现司如玉身边的一个姑娘偷偷潜入了厨房，于是赶紧跟踪监视，没想到竟然在茶水中下毒，教裴家侍女给司如玉端去。单双双赶紧跟着进入了房间，当司如玉正要饮用的时候，被单双双打翻，才躲过一劫。单双双教司如玉以后要谨防身边人。司如玉回忆起当初妻子难产而死，孩子也没能留住的事情，那时候只有大哥司如初在家，等他回家后已经安葬完毕。司如玉对于妻子的死十分伤心，想要在下人嘴里知道一些经过，似乎是被人下毒身亡。想到这里，再联想到现在被人下毒的事情，叫司如玉十分害怕。没想到大哥为了家产竟然会那样没有人性。当初就是因为司如玉的妻子被父亲司元年称赞，还将他们肚中孩子指定为司家接班人。对于现在司如初的行为，司元年十分不满，他们司家人要对得起祖宗，所以一辈子只会做玉石生意，而司如初却偷偷做其他生意。虽然司如玉一直帮着司如初瞒着，但是司元年早就清楚，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已。没想到他们的对话被门外司如初都听到了。为了铲除司如玉，争抢产业，司如初在司如玉外出办事的时候下毒，将母子俩全部毒害。一大早，丹丹丹去找司如玉商量合作事宜，但是司如玉却毫无兴趣，直接打断了他们电话，还叫丹丹丹和培培他们陪逛街。这叫丹丹丹他们十分纳闷，司如玉究竟要干什么？但是几个人走到街上，却被司如玉都赶走了，还给身边的两个姑娘也放假，这叫几个人根本摸不着头脑。原来司如玉怀疑两个姑娘是奸细，就在司如玉给他们放假后，便偷偷跟着。没想到两个人果然商量要与司如初见面汇报情况，这叫司如玉的怀疑坐实，果然是大哥一直在陷害于他。司如初得知月儿行刺司如玉失败，十分生气，将月儿狠狠的教训了一顿，但是月儿却对司如初十分忠诚，
在肩膀上刺青司如初的名字以表忠心。司如初虽然已经对月儿失望至极，但还是给了他最后一次机会。说完便将月儿推倒在地，发泄着授语，而月儿却十分顺从的配合司如初。不过他们的举动已经被窗外的单双双尽收眼底。司如初的另一个眼线跟踪着苏决的行踪，发现苏决正在寻找司如玉的下落。司如玉对司如初一直想要杀他的事情十分伤心，一个人喝酒解闷。丹培培见他伤心，过去安慰。司如玉将司如初的事情一股脑的告诉了几个人。培培觉得要是司如初杀害司如玉的妻儿，便要帮忙，不会叫司如玉一个人战斗。丹和丹双双商量要找司矿主司元年出面来解决合作事宜。虽然单双双担心会被司如初搅和，不过丹还是要试一试，于是便谣传有人要刺杀司家2位公子。很快街上的人开始谣传要司家2位公子性命。丹觉得司如初一定会信以为真，所以要等司如初原形毕露。丹给司元年送去了书信，现在云翠城有罕见玉石出现，希望司元年能够前往一同欣赏，落款为启培阁家主。苏决也听说了有人要行刺司家2位公子，担心司如初被杀后不能与司家合作，于是想要与司如玉也搞好关系，不管2个人谁被杀，肯定会留一个与他合作。没想到苏决的心思已经被司如初发现，直接揭穿了出来，这叫苏决很担心，赶紧向司如初表达忠心不会背叛。司如初叫苏决帮他杀掉司如玉，万一司元年见到培培了以后，他们便不会有合作机会，只有杀掉司如玉，那样他们就能一劳永逸。等到苏家宴会的时候，正好是个好时机。司如玉将司元年交给他的任务也告诉了培培，因为司元年也发现了司如初的野心，于是将家里的一些好玉石偷偷转卖给爱玉之人，只要培培他们愿意回将好玉卖给他们。很快苏家宴会的日子到了，培培带着丹一同前往。司如初见司如玉没去，十分失望。培培直接揭穿了司如初当初偷偷吞并司家产业和杀害弟妹的事情，这叫司如初十分生气，不肯承认。没想到单双双带着司如玉进去了，还有月儿等2个人证。虽然月儿他们已经招供，但是司如初却不肯认罪，直接摔杯为号，将提前安排好的杀手叫进去，将司如玉杀死。司如初见司如玉已经死掉，也不再装了，将所有罪责都承认了下来。司如初毫不手软，要将现场所有人都杀掉，以后就不会有人知道那些事。就在这时，司元年出现了，没想到那都是丹提前设计好的局，就等司如初认罪后，直接揭穿所有阴谋。刺杀司如玉的蒙面人也是被阿六替换了，而刀子也是弹簧刀，根本就没有伤害到司如玉分毫。司如初见势不妙，赶紧向司元年下跪认错，苏决也赶紧给司元年认错。到那时却简称对于司如初所为毫不知情。虽然司元年知道苏决与司如初合谋，但是却没有证据，不能追责。不过却将司如初的所有权利都收回，交给司如玉处理。司如初再也不能踏出司家半步。司元年要将最大的代理商给启培阁，这叫培培十分激动，没想到他们会有自己的原石店了，以后他们在云翠城便可以随心所欲的设计自己的玉石。送走司家人后，几个人高兴的原地起跳。裴秦氏也得知了此事，更加高兴，于是将当年成亲时候穿的婚纱送给了丹，这叫丹和培培喜上加喜，更加高兴。汪掌柜得知裴家有了原石店，十分着急，按插在裴家的眼线现在也派不上用场，这叫苏决将事情都归罪于培培身上。想起单双双的离开，就更加生气。丹双双见丹要和培培成亲了，心里更加着急。现在还不知道裴家是不是仇家妹妹就要嫁过去了。单双双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发愁，没想到裴秦氏将给培培滋补的草药送给了他，这叫单双双有种温暖的感觉。等裴秦氏离开后，阿六过去了，单双双将阿六请到房间招待，想要打听一下关于培培小时候的事情。结果在阿六嘴里知道了，当年丢失凤冠之后，培培便不再被老爷允许雕刻玉石，特别是关于凤冠的记忆就更加不能展示于众。就在单双双和阿六谈话的时候，被培培看到了。培培为了婚礼能够顺利完成，一个人在房间练习交杯酒。就在这时，丹过去了，培培便要他陪着一起练。丹也对培培的行为很开心。2个人喝完交杯酒，培培便提起了单双双，总觉得他最近行为很怪异。不过丹却不以为然。
丹丹丹反倒是觉得之前总是被苏玉轩欺负，所以现在启培阁的实力大增，要反制一下苏爵那种小人，给他点教训。经过丹丹丹和培培的静心经营，启培阁很快就更上一层楼。丹丹丹见培培很辛苦，便给他准备了宵夜，而众多伙计也都有份。培培特意制作了一条镂空玉石锁链，这叫丹丹丹觉得那么好的玉石不是戴在身上，而是放在家里摆着很奇怪。丹丹丹搞不懂有钱人的生活竟然那样奢靡。苏爵发现生意越来越不好，反而被启培阁超越，十分生气，将手底下伙计训斥一顿后，便去了花满楼打探消息。没想到很多人都在议论苏玉轩不如启培阁，苏爵更加生气，直接朝着那些公子哥发威。但是人家都觉得启培阁的技艺就是好，并且物美价廉，反而苏玉轩的玉石不但贵，质量还不好。苏爵回家之后，很多人在店铺要退货，汪掌柜一直都在搪塞顾客，苏爵反而叫汪掌柜帮忙退货。汪掌柜觉得现在他们只有2条路可以走，一个就是研究出来新产品，再就是找培培谈和。苏爵一直在家研究新品，但是怎样也达不到满意的效果，这叫苏爵十分懊恼。但是想起了当初和单双双在一起的时光，不由得更加觉得自己不争气了。现在苏玉轩生意萧条，心里却一直在惦记单双双。不过苏爵还是忍不住去探望单双双，想要叫单双双能够回去和他一起，但是单双双报仇心切，没有达到调查清楚的目的，不可能和苏爵回去，所以直接拒绝了苏爵的感情。这叫苏爵十分激动，缠着单双双不放手。阿六看不下去了，想要阻止，没想到单双双但4年阿六对苏爵不利，赶紧叫阿六放手，还称苏爵是他的未婚夫。这句话叫阿六和苏爵都愣住了。苏爵以为单双双实在开玩笑，但是单双双却是认真的。单双双回去后十分伤心，觉得苏爵是个骄傲自大之人，现在能够主动上门求和，应该是遇到了过不去的坎，所以想要培培能够考虑一下。苏爵因为被单双双拒绝，心灰意冷，想要将苏玉轩的招牌拆掉，这叫汪掌柜很失望。只要苏爵振作起来，他自有办法将生意起死回生。丹丹丹觉得现在的苏爵挺可怜，特别是对单双双一往情深十分同情。不过培培却觉得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李嬷嬷正要给培培和丹丹丹送去莲藕汤，结果被裴秦氏碰到了，觉得莲藕汤不适合培培，所以叫人叫汤送去了他房间。很快汪掌柜按插在裴家的眼线就传回了消息，没想到要给培培喝的汤被裴秦氏截胡了，这叫汪掌柜十分担心，于是安排苏爵以后要好自为之，不管发生任何问题，汪掌柜一个人承担。很快裴秦氏就因为喝了莲藕汤闭上了眼睛，这叫丹丹丹和培培都十分意外，早上还好好的，没想到一会功夫人就没了。单双双对李嬷嬷送去的莲藕汤十分警觉，李嬷嬷担心事情败露，赶紧下跪求情，谎称裴秦氏早就病入膏肓，只是担心培培他们，因此分心没有告诉他们。晚上李嬷嬷一个人跑去森林，偷偷与汪掌柜会面。虽然李嬷嬷想要帮着汪掌柜除掉培培，但是没想到竟然被裴秦氏给喝了。现在李嬷嬷很害怕，想要和汪掌柜私奔。到那时汪掌柜却觉得事情还没有办好，要是他们现在就跑会被人怀疑，于是叫李嬷嬷再停一段时间，等事情办完了，两个人再远走高飞。培培给裴秦氏办理了丧事，单双双为老妇人上香表示敬意怀念。回想起当初裴秦氏对他的好，单双双也很怀念，于是想起李嬷嬷的种种可疑之处，单双双决定要调查清楚。单双双蒙面找到了汪掌柜，想要逼迫他说出实情。丹丹丹帮着培培处理裴秦氏后事，李嬷嬷也假模假样的给裴秦氏上香，还声称伺候裴秦氏多年，现在突然离世，内心无法接受，想要回老家吃斋念佛，为老妇人超度。裴培恩准了李嬷嬷，但是单双双却发现了异常，于是主动去帮着李嬷嬷收拾行李。就在李嬷嬷收拾完毕后，单双双将她砸晕，还在行李中偷偷放了毒害裴秦氏的毒药。之后单双双便将李嬷嬷晕倒的事情告诉了培培，丹丹丹带着人赶紧去查看，还叫人请了大夫。单双双将李嬷嬷行李中的毒药找了出来，叫丹丹丹回忆当初裴秦氏喝的汤，便推测是李嬷嬷毒死的裴秦氏。虽然丹丹丹不敢信是李嬷嬷所为，但是大夫赶到后为了活命也承认了合谋毒害裴秦氏的事实。
丹丹丹不明白李嬷嬷杀害裴秦氏的原因，没想到下人说出了实情。当初李嬷嬷是要将汤给丹丹丹和培培喝的，结果被裴秦氏给喝了。丹丹丹这才知道原来是要毒害他们的。丹丹丹直接叫阿六报官处理，但是李嬷嬷担心会连累汪掌柜直接自杀在他们面前。汪掌柜得知李嬷嬷死讯，十分伤心，发誓要叫裴家陪葬。培培想起和母亲小时候的种种，就更加伤心。虽然很多都是裴秦氏对他的严格要求，但是培培知道那都是母亲爱的心意。丹丹丹也不知道怎样安慰，只能陪着培培一起哭泣。汪掌柜给李嬷嬷烧纸，被苏觉发现了，得知汪掌柜竟然为了迎去杀人，十分生气，没想到被汪掌柜打了一嘴巴，现在和裴家就是势不两立的形势。汪掌柜直接将苏觉带去了一个密室，没想到里面竟然还关押着一个人，原来那个人竟然是培培的父亲裴楚风。当年他们苏家不管是雕刻技艺还是玉石材质，永远都比不上裴家，所以一直被裴家压制。没想到城主竟然将凤冠的设计也交给了裴家，为了能够挽回局面，苏家家主便设计陷害裴楚风。就在裴楚风带着凤冠前往城主府路上的时候，派人夺取，而当时单双双父亲武功高强，再就是汪掌柜谎称凤冠上面的琥珀可以治疗单双双母亲的顽疾，于是单敬天成为了不二人选。但是裴家也有高手，就是丹丹丹父亲赵护卫，他带着刚出生不久的丹丹丹一同押送凤冠。就在半路，单敬天出手拦住了去路，和赵护卫厮杀在了一处。单敬天将裴楚风打晕，抢到了凤冠。就在这时，汪掌柜带着人出现了，要将单敬天干掉，杀人灭口。单敬天这才知道被骗，于是要帮着裴家拿回凤冠。汪掌柜不但带着人手，还在他们面前释放了毒烟，这叫赵护卫和单敬天功力减半。汪掌柜想要抢夺凤冠，没想到一剑将凤冠劈成两半，单敬天抢到了一半，但是赵护卫却要将另一半也抢回，便将怀抱中的丹丹丹托付给单敬天收养。一个人面对汪掌柜的杀手，但是因为身中剧毒，不敌对手，被刺死在丛林之中。苏家自从抢到了半个凤冠之后，从中学习技艺，但是却始终都参不透上面的所有技艺，而培培却十分有天赋，只要看过几眼裴楚风的技法，便可以完全掌握。为了铲除隐患，苏家人便将培培的手骨折断，还威胁裴楚风以后不准再教培培雕刻任何玉石。自从凤冠丢失之后，苏家便将提前准备好的备用凤冠奉上朝廷，之后才有了苏家压制裴家的局面。苏觉这才发现，原来他一直都没有赢过培培，但是汪掌柜却觉得生意场就是战场，所以不能妇人之仁。至于裴楚风，也是汪掌柜和家主在他外出的时候偷偷关押了起来，现在还要用裴楚风亲手毁掉裴家。培培终于从悲伤之中走了出来，去了店铺上班，因为给裴秦氏处理丧事影响了生意，于是丹丹丹要挽回人心，只要去启培阁购物便可以赠送小礼品。单双双给丹丹丹收拾床铺的时候，发现了培培送给他的金珠，没想到上面的技法竟然和凤冠上面的南珠金融技法一致。单双双笃定裴家一定是杀害单敬天的主谋，要不是有凤冠在手，学习数十年，根本就难以掌握那些技法，于是直接找到培培问罪。但是培培却坚称那些技法只是小时候耳濡目染，看过后便学会的，这叫单双双觉得培培就是在撒谎。就在两个人争论的时候，阿六过去了，官兵带着人要查封裴家，没想到官兵竟然拿到了裴楚风的书信，声称当年他们坚守自盗凤冠，要将裴家所有家产充公赎罪。原来都是汪掌柜和苏觉设计好的，将已经疯了的裴楚风亲手写下了书信，派人送去了城主府。